包拯，你就说给朕听听，你还有什么说辞？启奏皇上，那陈世美的罪行，非但包拯要杀他，哪怕放诸四海，只怕人人皆曰可杀。然而，皇上所下旨意，却是赦而不杀。包拯若是抗旨不遵，势必有损皇上威仪。包拯若是遵旨而行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，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、护短徇私的骂名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？左右为难之际，包拯只有下令阉门。只要尚未接获圣旨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。包拯实在万不得已，还请皇上圣察。的确是朕错怪你了。皇上，既然如此，还让包大人跪着吗？包卿，你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？太后那边，臣会进宫请责，以息太后之怒。那就好。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，等太后气消了，再去也不迟啊。是，包拯明白。大人回来了。让公孙先生担心了。那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，没有怪罪大人。恭喜大人了。公孙先生，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？是，学生失言了。府中的情形如何？大人，孙大人和圆通大使已经返回泸州，未及向大人辞行，特请学生转达。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。改日有暇，本府再去一趟泸州，一则回家省亲，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。就怕大人公务繁忙，抽不得空啊。那也是莫可奈何之事。秦香莲的情形如何？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，反而显得十分难过。这也难怪。虽然满腹冤屈，获得伸张，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，又岂能轻易忘怀？他打算何时返乡？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，好向大人辞行。那就请他厅中说话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太后宣旨，请大人进宫。本府知道了，传令备轿。是。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。大人，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？大人，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本府身为人臣，太后宣召，难道还要顾及本府的安危不成？可是这不必担心，本府确信不会有事。
臣开封府福迎包拯，叩见太后娘娘，千岁，千岁。平身。臣有罪。哦，你何罪之有啊？臣出言不逊，顶撞太后，违抗懿旨，触怒凤颜，臣罪不可赦。你抬头看看，哀家可还有气？太后，你且站起来说话吧。臣遵旨。哀家当时确实有气，可事后想想，哀家更气的是自己。太后何出此言？哀家身为当朝太后，妄称母仪天下，却识人不清，认事不明，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？太后关心公主，犹如天下目无亲一般，既是人情之常，又何须自责？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陈世美，却罔顾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企图为他开脱罪责，该是哀家向包钦请罪才是啊！臣惶恐，臣万不敢。包钦，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，你怎么又跪下了？还不快快请起！谢太后。哀家今日召包钦来，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钦尽释前嫌之外，还要替公主向包钦提个不情之请。太后尽管交代，包拯定当遵办。不，这不是包钦说了算，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。秦香莲？是，倘若他能同意，公主想去开封府与他见上一面。他要见我？不错。大人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。你要是不想见他，尽管直说，大人自会回绝。好，我见他。他答应与公主见面。是。我真不明白，公主为什么要见他？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？很简单，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，都有孩子需要照顾，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。公主肯纡尊降贵来府衙看他，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。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，又何尝容易？两个无辜的女子，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，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。谢谢你肯答应见我，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。
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，我不能想象，一个孤零零的女子，你上有公婆，下有儿女，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，是怎么度过的？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。不，公主言过了。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。从小，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：公婆、儿女，还有，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，而却因为我，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不是公主的错。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，可是除了自己之外，没有任何依靠。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，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。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。不，那也不是你的错。不管是谁的错，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。你是说，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？不，香莲要说的是，我们都有孩子，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。可是我没有信心，能够像你一样，把他抚养长大。你做得到。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，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谢谢你。不要谢我。其实，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。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，我们都学会了坚强。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勇气。启禀大人，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。你和公主说过话了？是，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。本府还是那句话，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，随时来见本府。多谢大人，香莲叩别大人。去吧。是。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？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，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。给爷爷奶奶磕头。爹，娘，谢
媳妇儿这就带你们回家去，咱们这就回家去。娘，可以回家了！啊，回家了！春哥，冬梅，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。没关系，娘，只要回家，吃什么东西都香。哈，春哥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！娘，是公孙先生。公孙先生，行囊都打理好了，都打理好了。可是你忘了这个。读书并非坏事，参加科举、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。若是人人皆不读书，皆不肯为官，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？是啊，公孙先生教训的事，香莲永不敢忘。春哥，公孙先生，你要用功读书，将来做个有用的人，你娘才不会失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呢？你呀，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。我会孝顺娘。可以走了。哦，回家喽！回家喽！走喽！太好了。公孙先生请留步。一路平安。再见，公孙先生。娘，你看，好清的天呐！太后可曾为难于你？没有。他和你谈些什么？可是要你撤销告诉。包大人，太后说，若皇上下旨特赦，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。他说的可是事实。不错，确实如此。香莲敢问包大人，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？恶法亦法，本府也无可奈何。
既然如此，香莲明白了，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。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呀。公孙先生，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，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？不错。那香莲又何必告他？不如撤销控诉的好。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？太后说，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。你同意了她的条件？没有，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？只是因为刑责太轻？香莲只是太过失望了。此话怎讲？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，原本已无计可施了，却有好心人言道，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诚，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。谁知道一波三折，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，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。直到今天，香莲方才知道，这人间何尝有青天啊！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，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。从此以后，香莲就是冤死，我也不再喊冤。且慢！秦香莲，你待怎讲？香莲就是冤死，也不再喊冤了。端回来！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？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？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，公理正义犹在，天理报应犹存。包大人，冤枉啊！胆护卫，属下在，立刻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护卫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大内皇宫无需腰牌，可以任意行走。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。
展护卫来此何事？奉包大人之命，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。什么？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。要是展某硬请的话，恐怕你会自取其辱。放肆！本宫乃当朝驸马，别说是你了，即便是包大人，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。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，驸马爷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，以我的脾气，随时让你血溅当场。展护卫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本宫随你去就是了。走吧。公主，启禀公主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驸马爷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带到哪里去了？开封府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，发生了什么急事？要见儿臣。你们都退下吧，哀家要和皇上说话。是。母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哀家请皇上来，是因为这件事非皇上出面不可。母后请说。哀家要请皇上下旨，特赦一个人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驸马陈世美，你的亲妹婿。香莲，公孙先生，快请进来。春哥冬妹，来，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。好，来，跟我来。叔叔带我们去玩。大人让我过来，交代几句话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大人即将升堂，审问的陈世美。依照惯例，原告必须在场。我会去的。不，大人不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，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。让原告在场观刑，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。然而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。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。只怕未必见得吧。公孙先生，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，10年的玩伴之情，10年的夫妻之恩。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，
然而昔日的恩情，又岂能一笔勾销呢？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，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，又是另一回事。香莲，你一路走来，早已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，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？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，痛上增痛，你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包大人的好意，香莲明白，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。这样最好。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，事了之后，自然会来通知你。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公孙先生，太后若要皇上特赦，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，那岂不是有违上意？倘若如此，那包大人……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，自然早有定见。你无需替大人担心。那陈世美就算是受人逼迫，也不该呀。皇上，如今不是生气的时候。公主怀了她的孩子，眼看着包拯不会放过她，看在你外甥的面子上，你也得救她。哀家也曾宣召过包拯，倘若皇上不下旨，他必定会把驸马立刻处死。包拯并没有错，那陈世美的确死有余辜。皇上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亲妹妹年纪轻轻就守寡？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没了父亲？他们毕竟是皇家的人呐。母后，那陈世美薄情寡义，禽兽不如，就因为她是我们皇家的人，儿臣就可以下旨救她？传扬出去，让儿臣何以服众？世人又何以看待儿臣呢？好，既然皇上如此在乎世人的看法，那哀家就要让世人看看皇上是如何的不孝。母后，儿臣何曾不孝了？你不听母命就是不孝。哀家劝你下旨救人，你推三阻四就是不从，难道要哀家跪地求你不成吗？好，好，就让哀家跪地求你，英明睿智的大宋皇帝。母后，母后万万不可！儿臣立刻下旨救那陈世美一命就是了。不是哀家要逼你，哀家也是情非得已呀。母后不必说了。来人！奴婢在。回御书房伺候笔墨，朕要亲下手诏。奴婢遵旨。母后请放心，儿臣自会命人前往开封府传旨，将那陈世美特赦免死。
那就全仗皇上了。那秦香莲如何决定？他决定听大人的话，不去关行。很好。大人，学生有话要问，但不知是否适宜。公孙先生，但问无妨。是。大人下令将那陈世美拘捕纠办，固然是大快人心。然而太后早有交代，将请皇上下旨特赦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势必难以面对太后。公孙先生是在替本府担心？学生不敢，只是……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苦读应试，入朝为官，究竟所谓何来？不过是想借着朝廷公器，为百姓黎民烧尽绵薄之力，为世间公理正义略效犬马之劳罢了。大人忧国忧民，学生望尘莫及。不，公孙先生此言差矣。公孙先生学富五车，博古通今，若要图个荣华富贵，何处不能？却偏偏要来到这开封府相助本府，终日绞尽脑汁，暗读劳形，不过落得个两袖清风。公孙先生又所谓何来？学生是感佩大人的高风亮节，而兴见贤思齐之心。不，那是因为公孙先生胸怀悲天悯人之心。至于展护卫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原本何其自在，却甘受朝廷节制、律法束缚，他又所谓何来？展护卫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深知大人不惧权势，惩奸除恶，故而投身官府，报效朝廷。不错，你我三人何尝为了一己之私？如今为杀陈世美而丢官罢职事小，为养臣上意而颠倒黑白事大，维护公理正义何其之重，计较个人得失又何其之轻，孰大孰小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公孙先生又何须为本府担心呢？大人金玉良言，发人深省，学生获益良多，永志不忘。母后，快去救救驸马吧！别着急，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。不行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保正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。什么？来人呐！在。摆驾开封府。是。包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？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？驸马爷休要动怒，
让本府先为你引荐。公孙先生，两位请。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。驸马爷状元及第时，也未回我泸州报喜，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，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圆通。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，正是驸马爷忌毒之处，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。包大人，老衲与忌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，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。孙大人，大事，有劳两位坐镇认人。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，两位请先回房休息。是。阿弥陀佛。两位请。驸马爷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错，本宫承认，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，但本宫乃当朝驸马，金科状元，这可一点不假。那是当然。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，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？包大人说的可是那3桩命案？不错。本宫早已说过，那3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。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，也是如此说的。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，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，又有何用？这3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，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。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，还要与驸马爷对质。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，岂不显得心虚？既然如此，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，又有何不可？好，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。来人呐！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魏明，带人犯魏明上堂。魏明，犯官在。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，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。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？犯官都已认罪，包大人何须再审？在你供词中坦诚以下罪状，本府一一再作提示。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，可当堂向本府提出。你可明白？犯官明白。据你供称，公主有心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，你查明他早有妻小，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、
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，将他二人削籍互调，由状元冒名顶替，招为驸马，可是如此？确实如此。为防遭人揭发，拟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，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，可是事实？是。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，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，你将他收埋，做出伪证，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，是也不是？是。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，宁愿撤回告诉，返乡回家。你为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，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，可有此事？回包大人，犯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，可确无成功。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明，而自尽身亡，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，再向本府提出告诉。以上供词，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？没有，犯官一概认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当下听判。且慢！怎么？你还有话要说？包大人，犯官虽然坦诚罪状，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！住口！是否与驸马有关，本府自会决断，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？魏明，你身为驸马府总管，却无视于朝廷律法，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，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，犯下欺君大罪，3条人命遇害，2户人家遭殃，罪孽深重，法所不容。本府以大宋律例，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虎子当伺候。是。
娘，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？不行，包大人说过，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啊。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。是什么坏人啊？娘也不知道。不过春哥长大之后不能做坏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和冬妹就在屋里玩吧。去玩吧。我给来扎扎吧。让我去玩拨浪鼓。快点，来，走。驸马爷，包大人，方才为民审讯、宣判、行刑之时，驸马皆已目睹，不知驸马以为如何？那魏明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，本宫佩服。驸马不及佩服本府，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。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。无论有关无关，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。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？本府手中有一诉状，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，抛妻弃子。驸马正是本案的被告，不知驸马可有辩解？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，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，并不知情。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，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。哦，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？包大人，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？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，本宫也无话可说。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。在包大人公堂之上，本宫岂能狡辩脱罪？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。驸马爷，包大人，方才为民审讯、宣判、行刑之时，驸马皆已目睹，不知驸马以为如何？那魏明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，本宫佩服。驸马不及佩服本府，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。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。无论有关无关，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。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？本府手中有一诉状，
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，抛妻弃子。驸马正是本案的被告，不知驸马可有辩解？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，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，并不知情。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，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。哦，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？包大人，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？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，本宫也无话可说。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。在包大人公堂之上，本宫岂能狡辩脱罪？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。且慢，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。如今，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。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？冒名顶替，凭屈再取，欺瞒皇亲，欺君罔上。包大人，你此案不需原告，人人皆得以揭发。本府执掌开封，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。包大人，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。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，却见你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，你叫本府如何能行？包大人，你这是明设了圈套，让本宫步入陷阱。住口！若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，明灭天良，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？包大人，本宫乃是当朝驸马，皇亲国戚，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。驸马，你看清楚了，皇上御赐龙虎狗3口铡刀，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如何审不得你？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，请皇上裁夺。展昭在此，你休想逃走！来人呐！在！摘掉他的官帽，脱去他的蟒袍。是。包大人，你。陈世美，你既蒙天恩，高中状元，就该光宗耀祖，一家团圆。你却贪图荣华富贵，抛弃糟糠之妻，冒名顶替，入赘皇家，泯灭人性，杀妻灭子。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，忘恩负义之徒，若是让你侥幸脱罪，逍遥法外，则天理何在？国法何存？如今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！龙特大伺候。是。包大人，包大人不要！包大人开恩呐！包大人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开恩！包大人开恩呐！太后驾到！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公主救命啊！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
包拯，臣启太后，公堂之上自有朝廷规制，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，请恕包拯为以大礼参拜。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，哀家是要问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回太后，包拯正在升堂审案，依法行刑。哀家问的就是，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，大刑加身？回太后，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。大胆！驸马乃是皇亲国戚，你无权审他。太后，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，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，圣旨随时会到。眼前当下，包拯并未接获圣旨，圣旨未到，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？太后，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包拯，来人呐！在。抢人！斩护卫！属下在。公堂之上，若有任何人敢劫囚，当场格杀无论。好一个包拯！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，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，悔恨终生。太后，太后，请看，这公正廉明四字，绝非门面摆设、官样文章。这开封府府尹官印，更是皇上所赐，朝廷所颁，百姓所托，国法所记，又岂能因那陈世美一人而横招变故？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，太后休说的顶上无杀，便是要包拯赔上项上人头，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明正典刑。来人呐！在。开打！是。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公主，圣旨到！包拯，圣旨已到，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，连圣旨都不顾了吗？阴门！包拯！母后。倘若包大人将世美正法，那从此以后，我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就永远没有爹了。
大人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，没有让陈世美逍遥法外。只是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。大人进宫之后，会遭到什么样的责罚呢？难说，罢官去职在所难免。若是针对抗不接旨而论，只怕会有性命之忧啊！难道大人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吗？大人知道，知道他还要去，这就是大人与众不同之处。为了法理之争，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。早知如此，我干脆一剑杀了陈世美，重返江湖，免得连累了大人。不，战护卫，大人就是不愿意见你动用私刑，否则也不会如此坚持，将陈世美处死。在大人心中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远远胜于其他。如此说来，是我害了大人。不，也不尽然。依照大人的脾性，原本就不会放过那陈世美，只是不至于顶撞皇上罢了。公孙先生，难道我们对大人进宫面圣之事就无法帮助吗？难。大人与太后直接产生冲突，明知圣旨已到，却不肯接旨。皇上虽然对大人颇为器重，却也不能不维护皇权。还有一线希望。什么希望？快说。八王爷。对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若说世间还有人能说动皇上改变主意的，恐怕只有八王爷。我马上去见他。战护卫，你有出入进宫之权，不妨陪同八王爷一同前去，我在这里善后。是大剪子布，是大剪子布。再来。包大人可曾入宫？退堂之后，包大人接下了圣旨，进宫面圣。哎，这个包大人总是这么倔强。暂照此番前来，请王爷加以援手。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？要救大人，非八王爷不可。可是，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。王爷放心，展昭陪同前往，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备轿进宫。是。包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，你要杀她，不先向朕禀奏，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？
太后亲自赶到公堂，却也拦不住你。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？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，你竟敢抗旨不接！包拯，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？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？臣罪该万死，请皇上降旨，将臣赐死，以息盛怒。没这么简单！你以为一死了之，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、欺君犯上、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？朕若治你死罪，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，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。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？当然，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？臣不敢。好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。臣遵旨。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？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？哼，你倒反问朕。皇上，包拯要杀那陈世美，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。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。好，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，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，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。臣遵旨。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，皇上不会饶他的。你放心，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。母后，你也别难过了，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。母后，女儿不是为他难过，而是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。可是孩子总要出生，让我们祖孙3代相依为命。母后，好了，母后，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。女儿，你胡说什么？包拯当然有错了。不，女儿仔细想过，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，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。不会的，他是被魏明所逼。魏明为讨好你，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。他堂堂一个状元公，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？他身为一个读书人，何曾见过官呢？他才到京城，初次接触到官场，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，不敢不听他的。那事后呢？他招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，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，甚至取他的性命。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，任由他去害人，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？你是说，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，根本就是自愿的。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。母后，包大人杀他是对的，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。皇上，那陈世美用心不善，禽兽不如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，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。原来如此，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，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。如今看来，他的确该杀。谢皇上。且慢，朕并没有原谅你，
八王爷到！皇叔，幸好本王及时赶到，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、大宋的擎天之柱，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。皇叔何出此言？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，就不会有此疑问。皇叔，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，可包拯却仍然有错，而且错的不可原谅。哦，皇上何不说来听听？那陈世美虽然该杀，毕竟是朕的亲妹婿，他要杀他，为何不向朕禀奏，然后依法论罪？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，太后与公主的维护，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？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，他却丝毫不讲情面，而且当场顶撞。皇上，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，曾颁下禁令，后宫永远不得干政。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。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，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？包大人铁面无私，谁人不知？即使顶撞了太后，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。包大人又何罪之有？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，他却下令掩门不接，如此已是抗旨之罪。皇叔，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？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。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？包拯，你就说给朕听听，你还有什么说辞？启奏皇上，那陈世美的罪行，非但包拯要杀他，哪怕放诸四海，只怕人人皆曰可杀。然而，皇上所下旨意，却是赦而不杀。包拯若是抗旨不遵，势必有损皇上威仪。包拯若是遵旨而行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，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、护短徇私的骂名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？左右为难之际，包拯只有下令阉门。只要尚未接获圣旨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。包拯实在万不得已，还请皇上圣察。的确是朕错怪你了。